家伙！怎么回事？我很好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他们都慢下来了？一种古老、阴冷又极其强大的力量突然出现，难道是来自会后？怎么可能？以后快反击！你放开我！灵魂冲击！怎么回事？刚刚发生了什么？吴峰明明占据绝对优势。吴峰，你醒醒！发生了什么？天明哥，刚才是你出手了吗？不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，这个家伙不止一次了。宇浩好像不对劲。班长没事吧？我们先扶着他回宿舍。老家伙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跟我抢地盘？跟你抢地盘，一条虫子。这声音，谁？你别以为哥没看出来，你这一缕神识连一点能量都没有。不错，我就这一缕神识，你无法撼动。你是谁？小子，我是伊莱克斯。伊莱克斯？你怎么会在我的精神之海里？我原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，只记得当时我将要亡故，但因为我的灵魂力量太过强大，一缕神识破开空间，来到了这个世界。当时那个大虫子在和你融合，产生了强烈的能量波动，将我吸引了过来。怎么好巧不巧的用哥给撞上？可是，你怎么待在我这不走了？你放心，我对你没有恶意。我现在十分脆弱，需要时间来恢复神识和记忆。刚才你心中引发的怨恨，以后你给我等着！只要你再阴魂一铁，我就针对你一铁，直到你滚出史莱克学院为止。霍云儿不准再去公爵府，搬到后院的柴房，那才是你该在的地方。一定要爸爸保证。我产生了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，将我从沉睡中唤醒。虽然我现在记不清，但可以肯定地告诉你，不要被仇恨蒙蔽双眼。不要被仇恨蒙蔽双眼。混蛋！这坏东西竟敢无视哥！天梦哥，你冷静点，他好像没有恶意。不行，1号，你要赶快提升实力。他的神识层次很高，现在因为寄居在你精神之海的缘故，还不能伤害你。谁知道他以后会不会恩将仇报呢？等你的精神力达到他的神识层次，你就赶快把他清除出去。你刚刚也说了，他的神识层次很高，那我要修炼多久才能达到他的层次呢？这个
就算我全力帮助你，也要费钱。什么？不然我怎么会对这一缕小小的神石毫无帮助呢？对了，你再不出去，可就要迟到了，就要被你们的周老师给开除了。宇浩，你快醒醒，快迟到了。开除？宇浩，你好些了吗？你都昏迷了一夜了，真是急死我了。神，你干了什么？我怎么控制不了他们了？去吧，老夫给你们一个复仇的机会。你干什么？快住手！我心中似乎曾经有过刻骨铭心的仇恨，但现在却一片祥和。我又要沉睡了，记住，能力没有正邪之说，邪恶之力也可用于正途。小宇浩，什么时候你心中无恨，只有喜乐和善，那么我将真正成为你的第三武魂，并且你会获得传承我亡灵魔法的资格。一老，您究竟是什么人？这么强大？他以前应该也是和你一样的人类，拥有过非常强大的能力。我估计他是遭遇了强敌，被打得形神俱灭，只有一丝精神烙印跑了出来。一老的强大在于他的层次，但他受过的创伤非常沉重。那一丝精神烙印想要修复到自给自足，至少也要100年时间。他是不可能轻易动用这种力量的。他所说的魔法应该是属于他那个位面的能力，很强大。以后你可以向他学习。可是，一老的能力和邪魂师，一老和那个家伙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存在。一老已经达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。现阶段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只要努力修炼，不断变强就行。我明白了。宇浩，玄老，宇浩，怎么回事？那个邪魂师呢？你这么说，邪恶反噬，哼，便宜他了。你没事就好，走，我们去看看里面的情况。对不起，我来不及开启更大的冰牢。轩老，宇浩，我没事。情况怎么样？姚浩轩战死，他的尸体沾染了剧毒，只能带一些遗物离开。其他人伤势如何？陈子峰断了左臂，龚阳墨的伤势最重，西西的伤势相对较轻，但他们的毒伤都非常严重，必须及时救治。其他人呢？马小桃他们没中毒，被震伤了内脏。他们和林洛尘一样，需要半个月的调养。那个死神使者呢？死了，中了霍雨浩的精神冲击后，邪恶反噬，被他的尸奴活活撕碎了。做得好，替姚浩轩报仇了。我检查了那些炸弹碎片，是用强酸、剧毒、武魂之毒和矿石组合而成的魂导元素炸弹，工艺非常复杂，连我们魂导院都轻易制作不出来。也就是说，斗罗大陆上能批量制作这种魂导炸弹的，只有日月帝国。日月帝国与星罗帝国摩擦不断，这群邪魂师的藏身之所又跟星罗帝国军队驻扎地接近，
很难说他们是不是有别的企图。这件事以后再说。我现在必须立刻带公羊墨、陈子峰和西西回学院治疗。您要回去？突逢巨变，责任完全在我。现在已经来不及从学院派遣新队员去参加大赛了，只能你们先顶上去，至少坚持到小桃他们3个伤势恢复。孩子们，学院的荣誉只能依靠你们了。是。不要怕失败，耻辱只属于我。所以，这也是计划中的一环。放开他！好了，终于到你了。在梦幻天堂内可能发生的一切都被我计算，而唯一改变过我星盘的人类，你还能破我的局？你星盘中的变数，就是他。是的，殿下。梦幻天堂之行，要获取神格，最关键的一点，就是逼神格主动现身。围绕这一点，我在出发之前就做过演算。在那次演算中，将精灵龙震出局后，再将梦幻天堂内所有生灵屠戮殆尽，4大神殿皆属破坏，神格自会现身，变成我的囊中之物。但现在，星盘却出现了变化，有颗星星偏离了轨道，搅乱了我的星盘。但很奇怪的是，那颗星星的轨迹却被某种力量遮蔽。以我目前的能力，无法去推演它的动向，于是我必须做出改变，重新布局。我在星盘上推演了126次，终于找到一个万无一失的结果。我将为他们挑选好对手，以及最后的葬身之地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走到最后这一步。能灭我族6位继承人，在将计就计布下请君入瓮这种局，身为平凡的人类，你已经做得很好。但走到这一步，你们已经完全没有翻盘的可能，所以你还能破我的局？看来，他与其他人类废物并无区别。如果能更有趣就好了。殿下，我的最后一步已成，请您获取神格。虽然比我预计的还要容易，但父皇应该会高兴的。他终于可以成神了。陛下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我已为您筹谋好了一切，但最终能不能获得神格，还在于您自己。从一开始我就想到，既然你们的目标是神格，那就只需要将神格藏在一个你们永远也得不到的地方。殿下小心！这是什么？竟然有凌驾于法则之上的威能！好险，差点就坚持不住了。放心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也许你该多推演一次，看好了，这才是真正的请君入瓮。
无极无之传承者，皆化为怨灵养分，虽无一起，长眠于此，永生永世不得脱身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我推演那个人类的星盘却毫无所获。原来真正保护他、阻碍我推演的，是更高等阶的存在，是长夜天才伊莱克斯。谢谢你，光明之子。我们竟然能打败魔神皇的继承人，团长实在太棒了！等一下，对不起，是我无能，将你置身危险之中。在这里，我连星盘都调动不了，我辜负了你的期待。文迪，你的最后一步结束了，而我的第一步